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哈。那我是冠文，那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就是之前算是比较偏向工程背景出身的了哈。那以前就是喜欢爱做一些影视相关创作，然后误入歧途就到了这边做了一些游戏了。好，那其实早期的部分的话，我应该也算是台北电脑工业 TCA 这边培养出来的团队。好，那我们在17年底吧，快2018年初，好，那第一场开始的我印象当中蛮深刻的，第一场我们就是参加台北 Game Show， 那当时我也是2人的一个 indie 的一个团队。好，那后续的部分，我们刚开始做了一款游戏叫《僵尸山庄》，那就是从那一款游戏算是一个起始点，那现在发展到快30个人的团队，那其实也是真的非常感谢，是说其实其实就是一个环境，就为什么是说indie之间会互相的一起去相挺，一直去帮忙。刚刚听洪总这样讲其实我们也特别有感，因为其实大家想的真的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也可以，因为可能很多的部分的话都会跟洪总讲到的，可能都会有一些 overlap 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就快速跟大家讲一下说，我们公司主要在做的一些方向。好，那公司早期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做刚刚开始讲的，就是一开始做 VR 游戏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做一些 VR 游戏完了之后，可是坦白讲不是非常的成功。从商业层面来看好，它不是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在当然是得奖啦，我们奖项蛮多的，就是说像也是最佳游戏奖项比如这一款游戏，好在得了算是国际里面的 VR Code 最佳游戏的奖项提名，然后还有一些组委会选择奖项，好，那当然也有经济部工业局里面的最佳产品奖入围。那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那这也是我们后续赖以为生的重点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赖以为生？因为事实上大家看这个好像跟一般的 PC 事实上是一样的感受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反正就 PC 游戏我要把桌子上的这个符咒拿起来灵符拿起来或者这个剑拿起来，糯米拿起来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嘛？但是不一样的点，假设那一把剑或者是那个符咒是真的是在你桌上，你戴着 VR 头套，你是真的可以走过来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在那个烛台上去点着火，然后走进去，假设有一只僵尸在你前面，你是真的可以去很近距离的去贴到它身上。就是主打这个卖点，就是做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式的体验。那做这样子的一个体验，事实上我们的感受就是说，你好像真的是有那种沉浸感，体验度是非常深的。那紧扣了这个重点，事实上就是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种主题叫元宇宙。好，那VR 跟元宇宙好像又有些什么关系？这个不就是这个 Zuckerberg 最近一直被点的一些点嘛？好，那大家就看到他的图片嘛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是说，大家想象当中的元宇宙可能是怎样的模样？元宇宙一定要是戴着 VR 头套，它才算是元宇宙嘛？大家可能对它的定义好像还没有到非常的清楚嘛比如我举一个例子。这些假设我们看的假设不要是带 VR 游戏好了，那以前 MMORPG 游戏不是很多都是就是现在的东西，大家都说它是元宇宙嘛。好，然后我们那怎样去定义它叫元宇宙，或者是说现在的 Metaverse 或者 GameFi， 那怎样去定义这件事情？是要有 Web3 的东西，它就是就是元宇宙。还是有用到 blockchain 有用到什么 NFT 有用到什么的，它就是元宇宙，还是你有用到 VR， 它就是元宇宙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就很好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比如说把它广义的去解释广义的去解释是说，这个元我们把它看成是数位的概念，那就是数位宇宙。Meta 如果以英文来看的话，你就说标签嘛，好，数字标签或者数字的位元类的这样概念，凡所有是用到数位化的里面的一个世界。好，虚拟出来的世界，我们都把它定义成元宇宙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回应到今天的标题，如果是我们讲的这个虚拟世界，它走到最极端的，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像以前我们早期在玩的 MMORPG， 它完全是一个我们自己3D 建模出来的一个场景，好，或者是一个2D 平面也好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场景，我们可以在里面玩 MMORPG 的一个概念。那走到另外一个很极端。就是现在大家所处的一个现实的世界，它就完全是真实世界嘛。那元宇宙
它大概是怎样的过程？好，就是说假设那边是元宇宙，虚拟的全部虚拟叫元宇宙，那真实世界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，他们假设是对立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广义的来讲，元宇宙、虚拟世界，现实世界就是元宇宙里面完全把虚拟的成分拿掉的一个 case， 它就是现实世界，就等于说虚拟的等于零的一个世界，就是真实世界。所以我们在探索的是什么？就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的交汇点。那怎样前进到虚拟世界，就是今天要谈的主题 ，online merge offline， 好，就是线下如何融合线上，然后过渡到元宇宙。好，那这个主题就有趣了。换句话是说，我们不是想要讨论完全的 VR， 好，我们不是完全想要讨论 VR。那 VR 能不能是元宇宙？肯定是，因为它是虚拟世界的一环嘛。好，那所以说它肯定是。那虚拟世界如果有包含现实世界呢？这句话好像很诡异。虚拟世界怎样包含现实世界？有可能啊，就是现在的 mixed reality 嘛。好，那简单来讲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叠加一些像宝可梦这种情形？我在前面可能有一个 model， 有一个虚拟的3D 的人形也好，智能客服也好，虚拟的角色形象也好，卡通玩物也好，它就扩增实境，就是扩增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，它在你前面出现了。那不就是现实世界里面出现的一个虚拟人物？那个就是我的一个交汇点嘛。好，那这个交汇点，你怎样过渡到完全的虚拟世界里面？有可能的情形是，你戴的这个头套，假设这个眼镜它是透明的，我完全看得到你们真实世界在场的各位朋友，那它也可以投影出叠加出来这些虚拟的分身、虚拟的一些角色形象也好，比如说这些僵尸啊，在我前面。然后你可能我看得到，你们也看得到这个虚拟的僵尸，好，等等等，好，这个是一种 case。那另外一种极端的 case 呢，那就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们，我戴着这个眼镜完全看不到你们，但是我在里面就完全是玩我自己的游戏，我玩我的僵尸游戏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这里面的僵尸游戏，它可能是背后可能是某个朋友在操作的，某个朋友可能他在打扮的。他可能是在操作 VTuber， 他在他家玩，然后他操作给我看，然后我们一起在玩这场游戏。你怎样去区分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？那假设这一款不是以中国以这种比较中式题材为背景的游戏，它是一款现实世界，那我能不能把它的图片，把这位朋友的分身建构起来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？那我是真的好像在跟他玩对不对？就是他的角色形象。那所以说，元宇宙我们要怎样去定义它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？就是事实上，它就是他，你可以看到他的脸，只是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。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，我就是真的miss reality 了，我真的戴了一个头套，我真的是在场的跟各位，只是我加了一些虚拟的东西在这个现场里面跟他互动。好，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些重点。那所以前面的话，我们会透过一些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些游戏也好，作品也好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公司这是我们团队成长的一些经历啦。团队成长经历，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可能呼应到给独立游戏团队，给大家一开始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当初的我们，可能也是跟洪总一样，可能当初我们就是一个小团队开始的，那所以说其实都有无限的可能好，那这是我们第一款游戏，像僵尸山庄帮我们建立很大形象，很大的口碑。但是其实有一个重点，它不一定有名，不一定会卖钱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赔得蛮惨的，所以那一款游戏做完之后差一点解散。所以说通常都会这样。所以说，但是你要怎样能撑到下一款？独立游戏里面就是要打拼的是这种硬功夫，就是你如何比气场，不是你要一击必杀。一击必杀是自杀，绝对是自杀。那如何要能不断气的每一年继续做？我觉得那才是硬道理。好，那怎样要有底气？那就是我们的底气就是说，那你总山不转路转吧。那我们可以拿游戏的技术去做什么样的技术服务？那就是等于说我们有点像是跟生活投降，跟现实低头。但是呢，至少我气撑得够久，我还是可以继续做游戏。那我第2款游戏就出来了。这叫魔法夜派对。
事实上，我想要表达是说，公司里面比较大的特色是说，我们除了游戏的技术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是说，今天假设我们要去跟人家做技术服务，那你技术至少要在线吧？那什么叫技术在线？你可能 AR、VR 可能跟一般的我们这些游戏同业的业者啊，Unity、Unreal 大家一定要很熟，3D 建模你不可能不会，Shader 你可能要会用一些，但是呢，除此之外你还会什么？那的功夫可能我们就是说，如何用 AI，如何用其他的一些可能 IoT 用一些 sensor。今天我走在这个场景里面，我可不可以开发那硬体，跟那硬体去进行联动？所以那就是我们的一些硬功夫啊。那我们的硬功夫展现在是说，我们可以去模拟这一把扫把，我们会去刻画这个 IP 角色形象，然后用一个这个万圣节的氛围。那我们就做一台机台，一个3轴的机台。那当你把扫把拉起来的时候，那你好像是往上飞，就飞到星空去。那个沉浸感是蛮强烈的。往上拉或许觉得还好，但是往下冲的时候绝对有感觉，因为它会下坠。对，你往下扫把如果往下的时候，你重心就会前倾嘛，前倾你会有下坠的感觉，所以搭配声音音效，那个效果就会出现。那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再加一个手势辨识技术，在里面画三角形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敌人变成鸡，变成鸭。你画 S 的话，就好像模拟哈利波特，把那个东西喷出那个火花，施展那个魔法。这个大概就是说我们怎样用这些技术去达成我们要的 gameplay， 我们的游戏脚本、剧本、剧情的设计是怎样？事实上，我们是期待那种互动式的沉浸感。好，那想办法就是，其实一开始想做影片、影视，也就是这样。早期做游戏都想像僵尸山庄，就想要做一款沉浸式的、互动式的电影。然后从这样的理念开始出发，一直延续。做这种游戏，好像有一个巫婆，然后我自己模仿，好像是哈利波特玩这种对他玩这种游戏好像很好玩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在18年之前，我们大概部分都是在做VR 的部分，就是早期从 VR 就是一路一直做游戏，然后得了一些奖项，然后真的支撑到19年的时候，发现说你真的靠独立游戏制作真的会挂掉，然后撑了1年多之后，该投降还是要投降，投降输一半嘛，不是都是这样讲吗？好，那19年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借接一些，比如技术服务，想办法去发展一些 AI 的影像辨识技术啊、手势辨识技术啊、IoT 怎样去串联啊。我们大概因为以前是工科背景出来，还是比较务实一点点，会担心说独立游戏真的难做的话，我这样搞下去会不会真的是肚子都会照顾不了自己？我可能没有像大家这么真的。应该是说不错了啊，就是清高，或者是你们比较正派，我比较不入流，就比较是混种，所以我不完全是在游戏的领域一直下去做，大概就是做比较多方面一些。那这一款游戏我们当时候就是去到泰国里面去参加形象展，那我们的客户里面大部分就是一开始也就是有跟像洪总一样，就是跟高雄捷运他们有一些合作，那他们的高捷少女。然后我们也因为透过高捷这边的话，我们也接触到像初音未来，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去想象是说我们自己不做 IP 的时候，我们透过技术去做多媒体互动，去做其他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搞不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、其他的机会，你可以再继续透过这方面的一些支持，你回来继续做游戏、做梦、做我们自己的创作。做我们自己的理念，事实上这是有可行性，至少有一个可持续、可支撑的一个金流啦。让我们可以继续做梦这样子。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，没关系，游戏还没有跟大家大红，至少我们还没有完全是失败嘛，就是每一年都有做梦的权利跟做梦的机会。那想办法就做到成功为止嘛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目前大概就是比较2大领域，就是游戏、观光娱乐类的，然后跟专业的模拟培训类。那专业模拟培训，我们可能就会有做那种比较军警、很硬派的，或者是像那种工业跟医疗的交易模拟培训。好，但是我现在就跳过，我们今天就讲比较娱乐向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早期的部分，事实上也有在高雄捷运站里面的，像中央公园站里面做一些 VR 体验馆。那回溯这些过去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什么？其实洪总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因为刚开始所有的独立游戏要开自己的店面，真的无比的辛苦。
那个租金就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。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嘛。那我们可以用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去，除了我们自家的游戏，我们自家游戏完了之外，我们就开始代理发行，然后帮忙协助这些其他的独立游戏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游戏合作 partner 也好，不论它是原创的、美术代工的，或者是他们想要做哪些创作的，我们可能就有一些合作的机会，在那边做展示，然后。在那边每天的流量，就是人来人往经过的流量是真的是蛮高的。但是说，高雄捷运的部分有一些，我们那个地点人潮是很多啦，每天大概来回的人次几万人次，2、3万人次绝对有，经过绝对会经过，会看到。但是会不会进去玩又是另外一个点。但是至少大家对你的东西是有印象，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不一样。所以说我们后续。我们就是我当时候我也听，我就是因为这样也是认识洪总，有听过耳闻他们的一些就是女仆餐厅，虽然他不这样认为。好，对，我当时候也是透过我一个学长想要介绍跟洪总他们介绍合作，因为我们就是有场地嘛，我们有场地的话，我们想要怎样去营运，然后真的去协助像独立游戏或我们自己游戏的发行会更加顺畅。那我们的游戏放在我们这边发售也是一种。那我们结合其他店家去进行发售，那当然也可以在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创造更高的营收嘛。那当然就是大家才有办法持续做梦嘛。好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些理念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在进行像这种比较资讯系统开发，包括是说像里面游戏啊怎样多人连线啊，我怎样联机啊，系统电脑怎样去串联，我们就会透过一些游戏啊开发结合资讯系统的一些技术，想办法去进行营运。好，我们就会有一些营运店，好，比如说一台电脑如何控制20-30台，然后可以多人进行同步连线啊，等，然后你因为最大的问题是说你的会不会过热？如果真的很多人进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还会热档啊？然后你当天营运就不用就不用玩了，就挂掉了，等的哈。那后续我们当然就再接再厉，再开了一个100平空间的一个营运店。好，那其实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上来，就是开了第1间，有机会再开第2间。那所以说，其实我们的我经历可能会跟这个洪总这边会比较像一点，可能是台湾人吧。好，我这样讲的意思应该是说，独立游戏在台湾事实上坦白这样讲哈，就是还是比较小众啦。那不像说国外可能连结性可能又会非常高。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蛮好的一个环境了。特别近几年来看的话，特别是在高雄，我是觉得高雄的群聚的那个气氛更好。好，我是自己是这样感觉。那台北的话，只有在展会。台北你有国际级的展会的部分，那你会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独立游戏工作者、创作者，他就会汇聚。可是1年才1度，好或2度。好，你可能说哪个时候有一个夏日电玩展啊，或者是台北 Game Show， 大概就只有这些日子。可是很重要一点，行销营运的部分，它不是1-2天的事。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些体验店，开这些营运店？你就是每天你就可以分散那个成本。今天其实我回应刚洪总讲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理念是很简单的，租金我们可以扛一部分。那如果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share， 那我们是不是连 KOL 都请得起？对吧？你就出100块就好啊，100块就好啊。然后我可能出大一点点嘛，那我大部分的跟别人收啊，你们可能就不用支出太多，一个月你就一个月100块就好了，也不要太多。你光台北 Game Show， 你要那天的展会，光3天，你花多少钱啊？开什么玩笑？绝对划算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佛？超佛。哦，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所以说就是独立团队打群架，想办法让大家的 IP 品牌可以让大家去接触到。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方向。所以说，在推广游戏或推广互动，如何从线下导流到线上？其实是我们很关切的重点，这也是洪总，其实他也在做 OMO， 某种程度他从线下的实体店去布局，想办法帮各位导流到变成你们的游戏会员，好，是这个概念。那我们的概念也是一样，我们想办法做这些 VR 游戏展馆也好，游戏展馆也好，透过民众玩家来这边玩，认识我们，流量就慢慢串上来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些流量还给我们的玩家，还给我们的合作伙伴，还给我们自己。那拿给我们自己，我们可能就有机会变成一个平台，变成这个平台有一个 broadcast 的一个 channel， 我们以后下广告的成本就会非常的低，逐步降低。那可以用一个联合的广告行销的概念，就不用是说每次都单打独斗。
哦，你今天请 KOL 你要花3万，好，有名一点点的要花20万、30万、50万，大家吃不消。那如果是我们集众众人之力一档过去完了之后，直接介绍完 A 站、B 站、C 站，那概念又是怎样？好，那其实对大家就有诱因了哈，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出发点。所以我们之前就会像开发了蛮多款游戏，这我们是再接再厉，因为第一款就有赚钱，因为第一款真的赔太惨了，然后。我们就开发了这个轻量版8分多钟的游戏，哎，它就有赚钱。那有赚钱，当然就会再接再厉嘛，就是在开发第二款。好，这一款叫《魔法夜派对》。好，那我们就其他游戏当然就跟其他的公司去进行合作，然后去进行展售这样子。好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些OMO 的一些方式。但刚刚讲的 OMO 其实就是线下想办法跟线上去结合，想办法去整合。可是刚刚讲的主要都是比较偏向营销的手段。但是真正的我们要怎样让它好像在我们刚刚一开始要讲的，哎，有没有可能是未来的 MR 的一个情境，好，等等等的那些东西，当然就是我们后续会再讲一些作品的案例跟大家做分享。那直到这边的话，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一样透过一些像展会啊、布置啊，在海参馆啊、博物馆啊、美术馆啊等等等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互动式的游戏，好，比如做这种海底世界的一些游戏，我想难不倒各位。绝对是有机会的，重点是大家能不能认识得到这些合作伙伴。那所以说，其实做这些生意，其实它比较难入门的重点不是技术，是你认不认识业主。好，那你能不能给他，就是请他们给你一个机会，然后先进场，好，先去做试营运，然后有机会他就是你的长期合作的 partner。好，这大概就是我们接案，好，想办法接一个 project 去养活自己团队的一个心得了，好。好，那后续我们当然就是一样，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些像AR 的好的一些服务，看不再是去做 VR，因为 VR 就是太孤立了，我没办法跟你互动，我没办法看到你，没办法看到真实世界的这些合作伙伴。那我能不能透过手机，能不能透过眼镜，我直接跟这个虚拟人物打招呼，跟他 say hello， 然后让他虚实可以叠合去交互。那他可以帮我介绍一些情景，比如说他这个环境，他是在一个博物馆里面，哦，就是这个汉饼文化馆里面，他就介绍他的绿建筑，啊，他建筑的构成是怎么样，用游戏的技术去做这件事情，那事实上没有很难呢，我相信大家是会的。好，那只要你把脚本、剧情、灯光、音效等等等一样，就是完全是 gaming 的 design 的这个 flow， 你把它一样把它做好，事实上一样我们可以完成这件事情，好，是可以很 smooth 的。那这个比较特别的部分。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这个喇叭，它是一开始就存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虚拟的造景。那当你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是说，你人如果过去接触到这个喇叭的时候，事实上音乐可以播出来。好，就事实上它就有一些互动的一个概念的设计出来。好，那你就是会有引导一些虚实之间的互动，好，一些成果，它就不单纯像以前早期的比较2D 的 Pokemon。好，旁边我们跟我它可能就是我这样抓宝丢过去。好像是说我真的是可以抓到它，那它不是3D 的，它只是2D 平面嘛，哈。那现在就其实后续的 Pokemon 它也有演化，它就真的是有 AR 的版本，好。但是后续这一类以后如果眼镜，然后为什么我会一直很期待，很期待说 Apple 的眼镜，如果它越来越 popular， 我相信这以后是我们数位内容游戏开发商、独立游戏团队里面很大的一个机会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会期待是说真的透过OMO， 这就是我们讲的线下跟线上的融合。那怎样前进到元宇宙？那以后如果这个数位片以前可能失败过，可能 Google 眼镜可能失败过，但是后续如果在这样的情形，那你用手势辨识技术点一点操作一下，能不能进行怎样的一个虚拟服务？好，那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哈，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主打跟呈现的一些方向。好，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技术，就想办法去做互动行销。所以我们因为以前是拍影片、拍广告、做电影，算做电影影片广告这边出身的，所以大概就是会比较喜欢去做这些比较记录类，或者是跟观众有互动交流这一类的。那我们就蛮多做这种，比如说一样扫描 QR code 啊，然后去安装一个 app 啊。以前会安装 app 啊，现在主流可能就不走这样子的形式了哈。那我们就是会去吸引这些民众就安装，那可能一天进来的流量就不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有我们的玩家了嘛，好，就有我们的支持者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。好，那我们会搭配的是什么？哎，有没有一些周边的优惠券、体验券、折价券可以赠品啊？你如果做了这些东西，你可以跟店家合作去做串联啊，电商啊、购物啊
导流啊、导购啊。那导流导购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怎样去拆成分润啊？就有一些回收的一些利润跟费用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像这个 case 啊，比如我们就会做一些用 IP 角色形象，其实这个就是3D 动画而已嘛。那对我们来讲也没什么啊，只是我们怎样把它呈现，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，你的载体出现不一样，你的表现形式就会觉得很可爱，就会觉得很不一样。它事实上就是我们透过 AR 的一些方式，然后把IP 角色形象做进去，别人的角色形象，然后你可能可以用在手提袋，等等等礼盒里面明信片、卡片，他就很开心，看到他就心情好嘛。那如果是 IP 角色，大概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来操作一个女仆党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这就是结合行销的一个概念啊。那所以行销一定是大家可能结合想办法，所以像我们的游戏，我们也期待是说，其他有没有 IP 角色可以跟我们合作，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团队的游戏合作，然后变成社群，好去连接这些社群，你的客户就是我的客户，我的玩家可能有机会就是你的玩家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大家可以把成本降低。OK， 好，那这个 case 就是我们跟史努比合作的一个案例。比如说，你如果去扫描到这些任务提示的看板，它会跟你讲说你要做些什么事情。那你当你做好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这个火箭就会一个一个打勾打勾打勾，然后直到它亮起来发射啊，这个就是它的任务看板。好，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子去设计一些游戏，可能是虚实整合，它不会完全是出现动画而已。它会做了哪些实际场所里面要做的事情？比如说，我在一个大的场域里面做一个城市级的迷宫。城市级迷宫，你去把这些探索完了之后，解谜完了之后，火箭发射，哇，大家就很开心。好，就是大概是这些过程。所以，我相信有这些启发完了之后，其实搞不好有一些团队应该，我觉得那个创意出现会很丰富。那我们期待跟大家合作交流。好，那我们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，算是我们比较一直累积到2020年左右的一些经历。好，那2021的时候，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，就是我们在投入的像区块链游戏的这个方向。那因为就是也跟大家分享，就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比较偏向这个背景出身，就工科嘛，所以没有学到新的技术，我们又会特别害怕。所以说就是我们又去学 blockchain 啊，人家讲些什么 AI 啊 blockchain， 我们就去做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就只有一个，反正你会技术总不会失业啦，就是没有做到你想做的事情而已，但你总是就是吃得菜根，万事可做。你只要愿得蹲得低啊，什么东西都不会太差了啊。你如果一直想做自己的事情，人家就没办法救你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做的这个 NFT 游戏，事实上其实目标也是希望是说我们吸引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态，我们不是在做一款游戏，我们期待是说把我们的以前在做线下的体验店，好，这些线下的社群也好，线上的会员也好 ，KOL 怎样去做，我们期待是连接各方的伙伴，把它兜起来，那这样子就有机会去联合 OMO 去拥有。我们目前在其实万名社群粉丝，我们最高达到快4万多个社群粉丝啊，然后后续就是因为币圈的一些影响，跟我们游戏发售有一些 delay 啊，这就然后就是开始掉到差不多砍半吧，大概只剩2万多个海内外加起来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就是看到数字在掉，也不用特别担心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因为都有节奏。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团队卡关的一个点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做这个也是可能是洪总他们经验比较丰富了哈，那但是也跟大家讲，因为踩过坑不要再踩。好，那游戏很重要的部分，比如说我们做独立游戏，你要开发 iOS、Android 的部分的话，你开发双系统，那开发双系统什么时候？你预计什么？你是双系统要同时上吗？还是不同步上？这是一个好问题点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上？那你要同步上的时候，你有那个人力可以同时维运2个不一样的系统吗？如果不同时上的时候，你又可以承受得了你 user 数量不够多的问题吗？好，那我们目前就遇到这个问题。一开始我们进行公测的时候，我们封测的时候，都是先 Android。那 Android 版本里面，大家在进行内部封测，事实上玩的都还算开心。但是你真的到公众，因为我说如果我们要前进做区块链游戏的时候，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点，要切分 TA 啊。我们到底是要锁定区块链的游戏玩家，还是大众型的玩家？因为它的方向属性还是不一样。如果你想要一款游戏一次兼容这2个族群，就像元素骑士好了，刚刚这个Mass
好，Messi，好，他刚刚一开始有分享，你当然要有做好玩的游戏，你才有这个前提去认识这些大众。可是他的玩法跟操作跟宣传行销的手法非常的不一样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你刚刚 Messi 也有讲过，你假设是在玩区块链游戏的时候，你可能大家玩游戏的玩家，他可能比较青睐的是Telegram， 是 Discord，那你大众玩家在台湾的部分的市场最多的份额是在哪边？绝对不是 Telegram 跟 Discord， 是 Facebook， 对吧？那你操作行销，你要不要花2倍的钱、2倍的时间、2倍的人力去维运？要。那不是单纯是说你一次想要怎样去这应该说你要吃2个市场可以，就是前提就是你要有本事、有人力、有什么东西你去做这2件事情。那就还是回过头来，你能不能撑得下去？那如果撑不下去，你只能选一边站。所以一刚开始，我们现在也是要退回来，是说我们是慢慢有一些资源可以去撑，但是呢，这个坑大家不要乱踩。所以一开始就先选一样主题先前进，前进完的时候 focus 那个市场先打。假设你区块链就先区块链，大众就先大众，站好边，选好边。那这样子可能你在宣传、行销、广告的策略，我们觉得会依照目前踩坑过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实质的效益。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小型公司，小型公司的部分的话，资源没有太多嘛，那你每一笔预算都很要紧的。好，那我们可能要投在对的地方，放大它的效益才会比较有效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款游戏叫 Neverwalk。好，那目前当然还在公测啦。那可是我们的公测跟大家不一样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早期的区块链游戏出身的，它不会是像是说我们传统的游戏一开始非常的完整。其实它是有蜕变史啦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只完成到，比如说假设正常的游戏要有 PVP 版本，要有 PVE 版本，我们目前只完成了 PVP 的版本的，然后目前在进行公测。好，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嘛，然后 iOS 还没上，然后等商城就要去修嘛。遇到问题不要害怕，一开始即使负评很多也不要去担心害怕，因为那就是迟早它会变过去式。好 ，OK。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时间有限然后我只要快速切，因为讲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会结合一些 IP 角色形象的东西，去让大家有一些印象，说一些故事。然后这个部分可能强化这个东西的很重要，不会是单纯好像只有那个竞争或游戏的元素。那用故事的情节或者角色的去塑造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待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都快速跳过。那我们期待的是说，我们现在做的部分不只是一款游戏，如何去结合线下的商家，然后我们每一场游戏战斗完了之后，你能不能得到奖励，实质的奖励，不只是虚拟道具，它不只是虚拟道具。比如说我玩一个卡牌游戏好了，那我掉的宝落虚拟宝物，它可能是虚拟卡牌、虚拟宝物等，但有没有可能是它真的掉落一张是Sogo 的礼券，有没有可能掉出大奖 Gogoro的免费赠奖券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那只要有玩家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只要你有玩家愿意氪金，你氪金33块，最少33块，或氪金200块，然后大家去赌这个运气，掉落一些什么宝物，然后得到这张 Gogoro 的入场券、抽奖的门票，是有可能的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期待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连结，想办法让大家是可以去玩起来。那当然目前还在测试，还没把 iOS 还去上架。那我们期待是后续可以把这件事情可以把它做好，加速它的发生，好，加速它的一个发布。好，那元宇宙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强调是说你要线上跟线下，然后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社群的连结啦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常常来 community 跟大家做交流认识？那我们算是比较这个部分我们做的没有到那么好的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比较少我们以前都一直着重在开发。然后比较少跟社群交流。那等到我们已经从开发已经做到行销端的时候，我们又一直着重在线下体验店的营运，所以我们要更少跟 community 合作。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次有机会好像回娘家的感觉，要认识各个伙伴然后各个群组的合作伙伴，因为我们又再回来做游戏了，然后再想办法去取得这些连结，所以连结很重要啦。然后如何用 NFT 里面做一些数位资产、数位技术的连结、加密货币，这趋势我想可能就是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。好，我就跳过这边，我就快速跳过去了。好，比如说以上面的，这个挂掉吗？
上面可以帮我点一下吗？啊，对，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叠合，比如说一个实际的场域，你真的是可以戴着眼镜或拿着手机、平板去追那台车。那走过去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是高雄85大楼、高雄龙虎塔，我们自己做的 IP 角色形象，好，然后可能爱河旁的一些标示，它可以跟观光领域景点去做联合展示。那这样子不就是一个 OMO 吗？想办法结合虚拟的跟现实的东西，把它连在一起。你可以站在85大楼前面，拿着手机、平板点它，然后啪出来一些，他跟你讲说你恭喜你得到些什么，或折价券、优惠券等等等，那就是一个行销、互动、导流跟游戏的起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之前也就跟高雄捷运有一些合作了哈，那边我就快速跳。好 ，Nefer 它是基本上它是我们目前主打不会是完全是 NFT 的，好像比较投机性的那种玩法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support 蛮多的像大众的用户跟 NFT 的玩家，我们是两线并行。好，那后续我们当然期待是说大众玩家可以进来，但是如果要这样做，当然游戏你就是要够好，而且是让他们真的能感受到说我们的诚意，就是玩游戏你可以得奖品，然后本身是好玩的游戏之外，你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加值的一个过程，然后那当然我们就会跟很多的合作伙伴去联名啊，去等等等的一些合作。好，我就快速跳。好，这边我就快速跳。那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元宇宙的展馆。好，我们在盐城捷运站的2号出口这边里面有建立一个 O2 Meta Space。好，以高雄盐城区的2号出口这边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一开始在虚拟世界里面的环境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它会有一个 AI 的虚拟客服。那在真实世界的情形底下是怎么样的？sorry， 真实世界它也有这个。标示完全是一模一样复刻，然后依照这个就是建筑一开始的设计，好，直接复刻一个版本出来。好，那怎样去在里面去进行？好像你在进行体验的方式，拿着手机去，你进到这个场馆里面，这是已经进来场馆里面的中段部分了。它有点模拟骇客任务的一些我这边就不爆太多梗了。简单来讲，就进去这个世界里面，你可以进行全身的3D 建模扫描。好，它可以把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的3D 的数位分身，然后你可以进去里面的场景玩你自己的数位分身，操控你自己的虚拟分身进去游戏里面去玩去体验。好，那就是就是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过程。你怎样把你自己变成一个NFT 也好，把你自己变成一个3D 的角色形象也好，它会有动画起来。好，等等的，好，就透过一个扫描机器进来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这样，也很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好，谢谢大家。